好，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张若昀进入娱乐圈也有挺多个年头了，但是她为人却一直非常低调。感情生活上，除了和唐艺昕的甜蜜小汤以外，几乎没有传出其他绯闻。事业上，虽然她之前在影视剧当中大部分都是主角戏份，但并不算大火大爆，一直走实力路线的她也称得上平稳。然而最近张若昀的一部新戏也让她实时的又占据了一次观众们心目中的男神位置。庆余年这段时间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各个平台上的播放量也是很可观，看得出来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即使庆余年刚开播是悄无声的，也并没有多少前期的宣传，但是开播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就不间断的凭借新鲜有趣的剧情以及演员的表演等各方面开始登上热搜，在某平台上的评分也是蛮高的。不管是正面负面的吧，这部剧的该有的流量还是赚到了。尤其是本剧的男主张若昀更是收获颇丰，他凭此剧登上了微榜的榜首，在影视剧演员当中，艺人新媒体指数可以说是最高的，在业内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参考啦。可以看得出来，一众男演员中，张若昀打败暑期爆剧的李现，流量人气王肖战，更是远远超出了一直没休努力营业的邓伦，这个成绩是很优异的了。说到这里，就想到张若昀在演员的道路上黑料很少，还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放弃流量走实力路线的，所以看他之前拍的一些剧，雪豹坚强岁月、黑狐、法医秦明等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剧本。当然可能有网友说，可能是因为他父亲是相关的导演、制片等的因素，不过这样的背景在娱乐圈也算是一个优势了。另外在感情方面，张若昀与唐艺昕在今年6月份在爱尔兰举办了婚礼，他终于娶到了自己备忘录里认真记录小细节的那个女孩。最近唐艺昕被媒体拍到在三亚逛街的图片，她身穿白色玳瑁卫衣，非常宽松，外面还配着一个开衫。按理说那边的天气还没有那么冷，但是她穿的还是挺保暖的了，走路也总是刻意的用外套在遮挡腹部。买完东西的大车旁边，唐艺昕就放松了警惕，敞开外套露出了凸起的小腹，裤子的腰非常低，宽松的大卫衣把整个肚子区域盖得严严实实，但是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来肚子是凸起的。另外据相关知情人爆料称，之前唐艺昕就已经把工作渐渐的减少，准备进入备孕状态啦。上次她出门被拍到同样是穿着宽松遮挡腹部，媒体就已经猜测她是怀孕了。不过张若昀和唐艺昕已经结婚，婚后两人有育儿的计划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似乎粉丝们并不太能接受媒体揣测唐艺昕已孕的消息，毕竟明星在怀孕3个月之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一般都会选择隐瞒，相信之后也会公布的。毕竟如果唐艺昕真的怀孕了，这也是一件大好事，对于目前事业正盛的张若昀来说更是双喜临门了。不过可能之后要是忙起来，照顾唐艺昕母子的时间就少了。大家觉得唐艺昕是怀孕了吗？张若昀在网络上总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父亲在业内的影响力，比如陈道明之所以参演庆余年，极有可能就是给他爸爸卖一个面子。如果说关晓彤是金圈格格的话，他就是金圈少爷。几天前他秒删了一条微博，不少人都在揣测是关于他父亲的，这句话的最后一句是可惜你不配。张若昀的父亲张健是一名制作人、导演、编剧，可能不经常出现在荧幕前，所以大众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雪豹、黑狐、霍去病等都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此外他的房地产生意也做得很成功，做导演编剧纯粹是为了爱好，并不缺那点钱。而张若昀一从学校毕业就参演了不少父亲的作品，打下表演基础。在张若昀的事业上，张健确实是很好的引路人，但他在张若昀的生活中却经常缺席。张若昀出生不久，张健就离婚了。张若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大院长大，其实张若昀内心底还是很渴望母爱的，在母亲节的时候，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发给对方一条祝福短信，表达爱意。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过来看他，还想过偷偷把他带出国，是张若昀奶奶带着家里人冲出酒店，把张若昀抢了回去。这段混乱的记忆是奶奶后来告诉他的，他自己没什么印象，可能选择性遗忘掉会更好受一些。母亲想见见不到，父亲又是个大忙人，使得张若昀从小就性格比较孤僻，感觉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虽然从小缺乏父爱母爱，但都说隔代亲啊，物质生活上爷爷奶奶对他照顾有加，
并且爷爷还是一名地质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据说老的测绘资料里还有以他爷爷名字命名的公式，叫张志新公式。后来计算机太发达了，这个公式也已经被作废了。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爷爷是一个斯文人，富有学识。张若昀这个名字就是爷爷取的，云代表日出的时候，若昀代表他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充满温暖和希望。在张若昀的生命里，爷爷奶奶占据了很大的分量。以前有一档综艺让他打电话给家里人，他就选择了打给奶奶。巧合的是，在《庆余年》中，范闲也是这样的性格人设，隐形富二代，成长过程没有父母的陪伴，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范闲和张若昀是互相成就的，生活上成就了小家，事业上又闯入一线。如今的张若昀早已脱离了父亲的影子，但张健却凭借一己之力影响着张若昀，还是负面的影响。网友将张若昀的家庭关系做成了一张分析图。这么说吧，家庭关系有多复杂，还要取决于张健的婚姻关系。张健和张若昀亲妈离婚，娶了演员刘备。2年后，张健和刘备离婚，刘备和导演张黎结婚，成为了他的第5任妻子，并生了个儿子。张黎出轨宋佳，刘备与张黎离婚，并带着张黎的儿子与张健再婚。据说张健现在和刘备又分开了，还找了个比张若昀还小的90后做后妈，但真实性有待考证。自己的关系都没处理好，哪还有空闲去关心自己的儿子呢？甚至于张若昀结婚的时候，张健生母亦或是继母刘备都不曾出面，一对新人中间只有女方的父母。张健虽然人没到场，但却给张若昀献上了一份大礼，6000万财产被冻结，欠债近3亿。据说是张健在拍摄电视剧时向华策硬是借款，未能按时还款。此外，张健另一家大云影视还背上了2.7亿的债务，而张若昀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财产也会一起被冻结。法院裁决书刚好在婚礼那天曝光，人前风光，人后却不知承担了多少辛酸。好在张若昀现在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婚后偶尔也会在节目上秀一秀恩爱啦，面对网友的恶意重伤也能幽默的化解。有人说他大小眼，他就戴上墨镜，这样2边镜片都一样大了。有人说他长得丑，他就配一张正在吃肉的照片，让大家笑一笑。但其实张若昀真的不丑，虽然五官不算精致，但顺带气质尤其适合红色题材。其实从无心法师开始，张若昀就已经小有名气啦，再深情的台词都不如那一句张显宗五牙疼。麻雀里他的风头一度盖过了男主李易峰，散发着迷人的绅士魅力。九州天空城我并没有坚持看下去，主要是觉得那个蓝色美瞳太出戏了，但他演技还是没得说。当时还有网友感慨，面对这样的剧情，张若昀居然还能够一本正经的演戏演的不多，但每一部都在进步。综艺上的也少，但却挑了一部目前国产综艺里最用心也是最有门槛的，凭借自己转得飞快的小脑袋，成功的成为明星大侦探的常驻嘉宾，圈了不少粉丝。如今的张若昀活成了令人羡慕的样子，也算是治愈了自己的童年。很多人猜测他和唐艺昕长跑8年，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如此专一的感情，也算是以另一种形式弥补了小时候对家庭的渴望。他和唐艺昕都纹了同一个纹身 Love you as love life， 爱你如同热爱生活，甚至还把这句话绣在了新娘的婚纱上。多少人被他们的恋爱模样圈了粉，就连娱乐圈最八卦的记者卓伟也说，他们俩是娱乐圈最纯粹最干净的爱情。见惯了太多分分合合，才知道爱你如初爱情的可贵之处。我一直都觉得爱情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对方为自己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始终细枝末节的一点一滴里。就像张若昀把唐艺昕的一切都记在了心里，记在了备忘录里，他会把关于你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他的大事来看待。俩人一起经过的风景，一起说过的情话等，所有一切都偷偷藏着他爱他的痕迹。即使是女友随口的一句提醒，他也会马上回复懂。不得不感叹，爱情最自然最美好的状态大概就莫过于此。年少的我们总是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都摘下来送给对方，以为送过多少礼物鲜花，说过好多好多句我爱你，我们就真的会永远永远在一起。可是许多年后才发现，那些轰轰烈烈的爱始终都抵不过一个认真陪在你身边的人，愿意哄你宠你惯着你的人。如今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爱情反而变得越来越奢侈。
人来人往，行色匆匆，爱情总是令人向往又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之物。尤其在见过了这么多的分分合合之后，对于爱情的信心随着年少的增长也一点一点被消耗干净。可我们还是要坚信，爱情也许会迟到，但它一定不会缺席。虽然贴着富二代、星二代的标签，在张若昀的身上却没有任何公子病。他低调，他专情，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31岁的好男人无限的潜力。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